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就是小时候看完《狮子王》之后，最想去的就是非洲大草原。但是非洲看起来好像总是那么远，然后我们的借口也是这么多，被家庭绑住啊，被工作绑住，甚至是被预算绑住。但是你明明知道内心深处它有一个小声音一直在督促你，但是我们还是会被各种理由绑住，然后不肯前进。直到我最近被现实狠狠甩了一巴掌，我意识到，如果我现在不去，我这一生永远都不会去了。我们刚刚就这样子旋风式的住进了我们在 Nairobi 的饭店，这间叫做 Argyle Hotel。然后从我们碰到我们的窗口到进来，在想说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我们上一秒还在台湾，然后现在下一秒就在非洲大陆。来看这个非洲的太阳，就这样过曝我也愿意。第一颗疟疾的药。隔天一大早，我们就跟向导 John 见面，期待已久的游猎 Safari 真的要开始了。这一次我们是选择包车旅行，整趟只有 Tommy、John 还有我3个人，所以起补车空间算是蛮大的。开了大概1个半小时之后，我们来到一个休息站，喝了第一杯的肯雅咖啡，还看到了肯雅的第一只狮子，不过看起来没有什么杀伤力就是了。再开2个小时，我们就来到第一个国家公园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。我们很幸运，在第一个下午就看到了好多的狒狒、狮子、长颈鹿，还有斑马线，甚至是数量极少的犀牛。但是最让我难忘的是这一幕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要 Safari 结束，因为等一下6点半就要回去。然后我们刚左看右看，一直没有看到动物，然后我就突然往左看，然后就看到一只花豹。花豹非常害羞，然后很难看到，但是就有一只现在在我们前面，大概离我们才大概20公尺而已，好漂亮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要从 Lake Nakuru 的国家公园 check out。我们先在餐厅这边喝个咖啡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坐船到后面的 Lake Nakuru， 然后呢吃早餐，顺便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拍到河马。美丽的非洲日出，超漂亮的，在这边喝咖啡好享受。喝完咖啡后，我们就赶快开到要上船的码头，想说昨天拍到花豹已经此生无憾，现在要拍鸟类，说实话不是那么兴奋。但是就在我有点敷衍在拍鸟的时候，同船的美国男生突然把他的手机递过来跟我要电话。认真看了他的手机荧幕之后，我才发现他其实是在说，我等等要跟女朋友求婚，你可以帮我记录一下吗？那至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们等一下就是会边吃这个早餐，然后呢边看这边的美景，然后我后面的这位小姐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她等一下会不会求婚，对，祝等一下未婚夫好运。It's gonna be alright. How can you tell? Yeah, yeah, I feel it in my heart.
想知道一个 fun fact 吗？就是你知道摄影师不是都会带那个 Pelican case， 那个 Pelican 就是这个 Pelican， 就是送子鸟。我们看到一样是传说中的 Pelican。我们已经结束今天的 boat ride。那虽然今天没有拍到很多的鸟类或者是风景，但是能有这个机会去拍到 Spencer 还有 Regina 的人生大事，这么重要的一个画面，是由这台相机拍出来的。像在这种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当摄影师非常有荣幸，然后我也会就是重新想起我当初拿起相机的感觉。So 我们现在在 Lake Nakuru 国家公园的行程差不多到这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前进马赛马拉。在 Lake Nakuru 的这2天只能用丰收来形容，但重头戏还是在世界有名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。前往马赛马拉的路是出了名的坑坑巴巴，连当地人都会笑说这个是免费的非洲式按摩。果然好运是限量的，原本隔天预定好的热气球行程因为风太大被取消了。这个旅程精华被取消之后，难免有点落寞，但马赛马拉还是惊喜不断，好像是跟你说不要抱有自己的坚持，放开心胸接受大草原给你的礼物。 Dude, can you believe what we filmed just now? 哦，我刚刚真的是梦想成真，就是我拍到梦寐以求的狮群。狮子是我最喜欢的动物，我从小狮子王不知道看了几遍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拍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，都没有人打扰，就只有我们跟我们的相机，还有那群狮子。然后你第一次跟狮子对到眼的那个瞬间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像这一整趟花这么多精力，花这么多钱，好像都值得了。 The road's calling, sun on our skin, sleeping under stars when it's gone. I was just calling to see if you're free to run away with me, to run away with me, to run away with me, to run away with me. 经历了这场不可思议的狮群邂逅之后，我还是稍稍期待着天气能赏脸，让我们坐上热气球。虽说摄影不能贪心，但我还是好想亲眼俯视这块大地。终于风停了，我们也很幸运的搭上心心念念的热气球。我们现在在体验一生一次一定要坐的非洲热气球。现在我们横看整个马赛马拉平原，而且刚刚还拍到一些河马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体验的事情。我们正沿着马赛河飞行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陆地上有很多动物的足迹，那一条一条大部分都是动物的足迹。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体验的活动，这个太梦幻了，我完全不想下去。这是我们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。很多人会问说，来非洲一定要跑这么多点吗？已经去了 Serengeti， 已经去了马赛马拉，那为什么还要来 Amboseli？
那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从我们的饭店的这个帐篷看出去，可以直接看到非洲的最高山，就是 Mount Kilimanjaro。然后我在这边有一个梦想画面，就是我想要拍到 Mount Kilimanjaro 当做背景，然后有一整排的大象从它前面这样子走过去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吧？6月是肯亚旺季的开头，我想拍的画面，大家也都想拍到。经过了一整个下午的场勘，怎么对位都一直被其他的游客挡住。所以我们要很幸运的，第一，山顶没有被盖住，然后动物跟我们的距离，还有跟山的距离，它是要刚刚好的。我们刚刚大概花了2个小时去找正确的位置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。我们决定明天早起再试一次，结果还是一直瞧不到好的位置。正当我要把相机收起来的时候，有一群大象缓缓地朝着相机的方向走来，我赶快把器材架一架，心跳差点破表，终于拍到了我的最后一个 money shot。这趟旅行出发之前，我天真的以为所有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，好像你投入了很多心血，世界就欠你一个回报。但在肯亚的最后一天，我记得的并不只有拍到热气球、狮子跟大象的感动，而是沿路上可遇不可求的经验。不唱歌的我跟 John 学了一首新歌 ，Spencer 跟 Regina 以后结婚周年的时候，也许会想到这些画面。农村的小朋友可能会记得给他们糖果的叔叔阿姨。我也会记得那一只一直浪费水的大象，还有一直想要攻击我的辛巴，还有从小就印在我们心中的古老非洲谚语 Hakuna Matata， 不用担心，此生无忧无虑。Wakaribishwa Kenya yetu, hakuna matata. Kenya nchi nzuri, hakuna matata. Nchi ya kupendeza, hakuna matata. Nchi yenye amani, hakuna matata. Wote mwakaribishwa, hakuna matata. Yeah, I like it.